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夹爪的使用篇。好，那今天最主要会以三爪夹头以及四爪夹头这两个模型呢来介绍给大家，我们该怎么去认识它。好，那今天所介绍的迷你的车床夹头呢，如果有兴趣的，我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大家都可以购买得到它。那这里呢，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它是属于一个机械零件的模型，所以呢，这个商品呢，我们主要是用在轻量夹齿以及低转速的地方来做使用，切记要使用到对的场合，这样子呢才不会发生危险或是商品会损坏。好，那这边呢，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要该怎么去夹齿，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夹爪不小心掉了，或是说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说你想要用反爪夹齿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那今天就会以这样的角度介绍给大家迷你的三爪夹头它是跟真实的机械零件是一样的，我们该怎么去使用它？我们透过这个模型呢，我们就可以更了解机械零件。那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再来呢，来介绍一下夹爪它主要的分类。那这边最主要会把它分成三爪以及四爪。那三爪跟四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很直接的。三爪就是三个爪子，四爪就是四个爪子。那又以四爪呢，其实还可以分成两个种类。那这边等一下来跟大家讲解。我们先来看我们最常见的三爪。三爪的话，一般呢，它都是三爪同动。那这边呢，我们所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机械零件呢，它是属于比较简易型的。所以它是没有梯形扳手透过这个齿轮来带动。那今天呢，结构上的部分呢就不会讲得太细，我们最主要呢是以该怎么去使用来去介绍它。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快速的一个调整盘呢来调整这一个三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爪是同动的。同动的意味呢，就是我们在夹齿的时候呢，同心度会比较好。一般这样子呢，我们都不太需要用量表去校正，直接做夹齿就可以了。好，这最主要是三爪比较单纯。再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四爪。一般四爪呢，都是单动型的。单动型的意思在于说，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可能是六角孔啊、四角孔的。我们个别呢，它每一个地方只有去带动单一个夹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调整这边它只带动一个夹爪，调整这边只带动一个夹爪，所以四个夹爪呢，我们要分别的去调整它。不管是你要把它变高或是变低意味着就是我要放松或是夹紧。所以一般我们在夹齿这个物件的时候呢，必须要去校正中心有时候我们是要夹不规则形状的时候，我们就会运用到这种单动型的四爪夹头。那当然也会有同动型的这边就会跟三爪是非常类似的。我们看到一样，我们透过这个快速调整盘来去调整的时候，会发现四个爪是同时动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在夹齿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适合夹齿正方形以及正多边形，像是正四边形、正八边形，等等的之类的。那这边等一下后面在夹齿的时候会来做一些示范，各位会更清楚。那最主要就是分这三种，第一种呢叫做三爪，第二种四爪，四爪里面又分成单动以及同动。那这边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它的主要的差异。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夹爪的夹齿方式。那我们先以三爪呢来做最主要的范本。那这边呢，先以单纯的外径夹齿示范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就很单纯的直接把这个夹爪呢打开。那记得一般呢，我们在开的时候呢，尽可能不要超过这个夹爪的一半因为这样子我们夹爪容易脱落。所以像画面上这样子，我们看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呢，就建议各位不要再开了。再开的话，它的夹爪有可能会脱落。那一般这样的是它的正爪最大的夹齿范围。然后呢，我们再以另一个方向翻转，再把它做夹齿。这是一般比较单纯的外径的夹齿。圆棒圆柱形的夹齿呢，我们透过三爪呢来夹的话，它的同心度会比较好的。再来呢，我们来示范一下。一般三爪呢会比较适合夹
正三多边形，意味着就是如果是正三角形呢，它是可以夹持的。我们来看它的夹爪是120度的方向，等均的，所以呢，六角形、六边形呢也是很适合夹持，所以一般都是夹圆棒、夹六角形这两个会居多的。那主要就是示范这两种。夹持方式跟夹圆棒是一样的。这里的平面做夹持。再来示范一下我们的可以夹内径。我们刚刚所示范是夹外径，那如果是夹内径也是可以的。像画面上这样，如果是一个类似一个螺帽的话，我们这样怎么用内径夹持呢？我们就反过来，我们先把夹爪呢缩到最小，然后把它撑开，用撑的就是撑内径。我们看一下画面，我们是这样把它撑开，所以撑着内径。内径撑开之后，它一样可以做固定。所以是内径夹持的一个方式。那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再来是反爪夹持。有时候我们要夹它的外径，那可能我们钢的夹爪开到最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夹不住或是容易脱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运用到反爪夹持。就是把这个夹爪呢反过来。那反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夹持的外径就会变大。那这边呢，各位可能会好奇，那我们要怎么使用反爪夹持？等一下后面呢会来介绍各位，如果你的夹爪不小心掉了，或是你要用反爪夹持，我们该怎么去用它？那这里先示范夹持的方式。我们所看到它的反爪之后呢，这边的空间就变大了，所以我们的夹持的外径就会变大。像这样子很单纯的。那再来呢，来示范一下四爪的。那四爪呢，我先来示范一下筒洞型的，比较单纯。筒洞型的话，会比较适合夹正方形，或是正八边形，4的倍数。那一般的我们是夹正方形会比较多的。直接示范一下，画面上这里有一个四方形的螺帽，我们直接把它夹持起来。好像画面上这样子，很单纯就把它夹住了。所以它这边的同心度会比较好。所以它的四爪的筒洞型最主要是夹持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单洞型的呢，它最主要就是我要夹持的时候呢，它是夹一个比较不规则形状的。那这边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来夹持这个类似这一个弓箭，然后我们要夹这个方向。那我们要怎么去夹持它呢？我们就用单洞的方式去调整它。那在调整的过程，各位会发现说其实它是需要去校正的。而且呢，它在夹持的时候呢，速度会比较慢，因为呢，我们要调整的是4个夹爪的方向。那有时候我们在夹不规则的时候呢，也是运用这种方式所以虽然在夹持的时候会比较慢，但是至少呢，你能够去夹持它来做其他的动作。虽然比较慢，但是它有它的优点。所以夹爪呢，它一定有它的优缺点。我们就要看我们使用的场合在哪里，运用在适合的场合呢，我们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好像这样子，像画面上这样子，四爪的单洞型呢，所夹持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刚筒洞型呢是办不到夹持这种不规则形状的。好，那这边先让各位参考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正爪的安装方式。那这边呢，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不小心把夹爪转得太开，然后呢，转得太开的同时，像这样子，画面上这样子，我们不小心有一个夹爪掉了，然后你就想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它装回去好了。那我先示范一下，我直接装回去，那各位会发生什么情形？好，我就把它转。当我转到中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它没有同心。好像画面上这样子，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你安装的方式是不对的。不代表这个夹头是坏掉的，代表你的方法错误。那这边要怎么办呢？这边建议各位，如果你不小心夹爪掉了，建议3个都把它取下来。你把它转到最开，把它3个都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我们来先看一下编号。我们要先知道编号。这里有给各位辅助1号、2号跟3号。那这里呢，我们在本体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有辅助1号、2号、3号，所以我们在正爪安装的时候呢，依照编号进去就可以了。再来，我们要先找到这个调整盘的头。
我们看到画面上这里最外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起始的进入的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就是这里。近一点让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当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以这个方向转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从上面看，它就是逆时针的旋转，像这样子转过来。当这里刚进来的时候，这个点呢，就是我们要把夹爪放进去的那个点。所以呢，我们拿起1号，它还没进入的时候，我们先退一下。1号进来，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稍微咬住，所以1号不会掉之后呢，我们来逆时针来看到2号这里，你再把它转一下，记得不要超过，超过的话你就会安装错误。所以这里呢还没有超过，对不对？2号拿出来，一样放进去，再转一下，一样不会掉。那再转过来，逆时针转过来，找到3号。好，这里刚好进来，再把3号放进来。所以我们刚刚过去呢，顺序是1号、2号、3号，所以正爪安装的时候，你必须要1、2、3，照这个顺序把它装起来。然后呢，你就直接把它转到中心，它就是同心的，这样代表你的安装是正确的。然后这边让各位去试一下咯。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反爪的安装方式。那反爪的安装方式呢，我们在学习之前呢，会建议各位一定要先学会正爪的安装方式。那如果呢，你这边你还没有学会呢，我可以建议各位到前一个章节，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当你真正学会之后，我们再来学反爪安装呢，会比较好的。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开始。细部的地方呢，就跟刚正爪的地方一样，所以我不会讲得太详细。好，那这里一样，我们要找出它的编号，1号、2号、3号。那安装的时候会不太一样。我们在反爪安装的时候，必须要1号跟3号对调。那这是什么原理呢？我们刚在安装的时候呢，都是顺过来，逆时针过来是1号，再来装2号，再来装3号。但是我们在反爪的时候就要反过来，我们要装3、2、1。好，所以意味着我们在装的时候，1、3号是相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装的时候呢，我们先找到1号，一样找到这个起始的点，在这里，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拿起3号，然后记得你在装的时候，爪子要反过来，然后装进来，好，卡住了，再来2号，2号没有变，它安装一样，记得你的方向要反过来，2号，再来找到主体3号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装1号，记得要反过来。好，装完之后呢，你直接把它转进去，你就会发现，它是同心的。我们来看一下，没有错，它是同心的，代表呢你的安装的方式是正确的。如果你转到中心之后发现呢它偏一边，像刚刚前面呢有示范的，代表呢你的方法是错误。记得，如果你装起来呢它不是同心，代表你的步骤有错。那这边我们就要再去注意一下。好，那这边让各位去练习看看咯。再来呢，要介绍的是4爪的正反爪安装。好，那关于这个单动版的呢，我就不会介绍的太详细。好，因为它就是直接把它转出来反爪安装就可以了。那这边呢，大概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就可以了。先把其中一爪转出来，然后直接抽出来做反爪安装。就这么单纯。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反爪安装的时候呢，直接个别装进去就可以了。像这样子，其中一爪就反爪了。那这边比较有问题的呢，就是同动版的部分。那这边正爪呢会比较单纯，我们一样把我们的编号排出来，1、2、3、4。好，那这里呢，各位如果还没有学会3爪的正反爪安装呢，会比较建议各位先去前面2个章节先学习，这样子我们再来看4爪的安装呢，会比较合适的。好，那这边我们看到本底很单纯的，先找到起始的头，然后把1、2、3、4依序的把它装进去。好，逆时针过来，1、2、3、4。好，是很单纯的。装完之后呢，我们直接把它转到中心。就代表说，它是正确的，它是同心的。好，那这边比较单纯。我们来看反爪。这边呢会跟正爪会不一样。
那这边呢，我们一样把1、2、3、4呢排出来。好，那这边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2跟4呢要做对调。好，那这边我们直接开始。那这边跟各位先讲一下，它的安装的顺序，代表要反过来，就是4、3、2、1。好，所以呢，我们要从哪一号先开始？要从2号，因为2、4对调的话，从2开始它才是4、3、2、1。好，所以如果你记不住了，我们就依这样的步骤来做就可以了。从主体的2开始，但是一开始我们要拿出4号的夹爪，然后呢，我们找到起始头，然后反爪的把它安装进去。4号，卡住之后，再来是3卡进去之后，再来，这个，要跟2、4对调嘛，所以4号的编号我们要装2的夹爪。好，所以现在是4、3、2剩1。1的话就单纯直接装进去，然后我们把它转到中心。如果我们看到它是同心，代表我们安装正确；如果不同心，代表我们安装的方法跟步骤有错误，那我们就要回到前面。要记住这个4、3、2、1的步骤，而且呢2、4夹爪要对调。那这边让大家示范一下，试试看哦。再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连轴器的功能。连轴器顾名思义就是要跟轴做连结，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如果有连轴器的螺帽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它的功能跟我们的小马达做连结。记得一样，它也是轻量夹齿跟低转速在做使用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危险，以及说商品会损坏。那这边呢，我们可能一般会用一般这种 L 型的6角扳手来做一个锁腹。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工具。那这边如果有兴趣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多功能的工具呢，一样我会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各位可以点进去来做一个参考。那我就直接做示范。一般这里呢，这个孔呢，只要是外径，这个行走的外径8mm 以下，我们都可以做固定。这是自由调整的，所以我先大概把它调整到一个距离。那这边各位先稍微看一下，它大致上使用的方式。好，类似像这样子，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心轴呢固定，运用这3个指腹螺丝呢，它的调整。来去固定在我的心轴上面。好，类似这样子。那我先直接示意给各位看一下。像这样子，我就把它固定住了。当然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同心度的问题，我们就要调整这3个螺丝它的间距，以达到说尽可能的同心。然后用这种方式。那这边先跟各位参考一下这个固定的方式。它也可以运用在这种功能哦。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我今天所介绍的夹爪的使用篇。最主要呢，我们介绍的3爪夹头、4爪夹头。4爪夹头分成同动板以及单动板。所以呢，今天最主要会以章节式呢把它区分。所以各位如果在使用上，或是你在一些机械结构的学习上呢，你有一些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透过章节，针对你所遇到的问题呢，针对这些章节个别去处理。所以呢，假设说你今天呢使用上你不会使用、不会夹齿的时候，我们到夹齿篇去看怎么去夹齿。今天呢你不小心夹爪掉了，我们就去看正爪、反爪的安装方式，或者是像这样子，你想要反爪夹齿却不知道怎么使用，我们就到这个章节去做学习的教学。这样子呢对各位会比较有帮助的。那今天所介绍的这个机械模型呢，最主要是运用在一个轻量夹齿以及低转速的使用。所以呢，尽量不要超出它的使用范围，不然呢，有可能发生危险或是商品会损坏。这边各位要注意一下。那如果呢，对于这个商品是有兴趣的，会放在影片底下的链接，各位可以去点进去里面做参考。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